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在影片开始前啊，请大家先按个赞，这会为你带来一整天的好运气哦。这边为大家介绍一款啊，如果你是从事像电商、网拍、批货、亚马逊之类这种经常有跨国收款、付款需求的人，那你就会非常需要的一个服务，那就是叫 WorldFirst。话先讲在前头哈，阿达在这边只做这个服务的相关资讯介绍。并不是任何的使用建议或推广。如果你没有相关需求的话，就当做吸收一个新知，那了解一下就好了。如果你有用到的话，请大家还是以银行端、金管会还有 WorldFirst 的客服他们所提供的资讯为主。那以跨国支付的金流来讲，以往的做法可能是你本人要到当地去开户，然后再存一笔钱之后才能做金流。像早期很多人就会去香港、大陆等地区开户。就是为了处理收付款这类的一个金流问题。不过这样的方式，老实讲，真的非常的麻烦。现在都已经是21世纪了，资讯年代，怎么还会这样子搞呢？但有了 WorldFirst 之后呢，这种问题你就不需要再烦恼了。首先阿达先从 WorldFirst 这家公司说起。WorldFirst是在2004年的英国伦敦成立，主要的业务就是全球跨境支付跟外汇兑换。当时的初衷是考量到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办法像一些跨国公司一样，在每个国家都成立一个办公室，还要成立一个银行账户来处理收付款的一个业务。因此他们做了一个平台级别的跨境支付服务，至今已经有20年的相关业务经验，在全球也有100多万个客户，累积经手的交易额高达2000亿美金。直到2019年他们被阿里巴巴的蚂蚁集团收购。目前它在大陆境内的服务叫做万里汇，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是全球各地从事亚马逊之类的跨境电商收付款的一个服务。它总共支援大概全球100多个跨境电商平台，想要贩售你家的产品，以往的方式你要到美国当地开户，然后你才能收取跨境的一个现金流款项。那现在呢，则是可以透过 WorldFirst 去进行收款，它支持22种货币来收款。另外还有90多款的外币可以进行付款的动作，而且 WorldFirst 还可以支付亚马逊的月费还有广告费用。如果你的合作伙伴也有 WorldFirst 账户的话，向他收款或付款或转账的话都不收手续费。如果你是在台湾从事微电商，比如说像虾皮、露天之类的平台，有像1688或是像淘宝、天猫这种卖家去做大量批货的需求的话，在之前你可能需要请当地的朋友帮你打钱。但是呢，帮你通话打钱的金额太大，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金管会问东问西的干嘛？那另外汇率可能也不会太好。那自己到当地开户汇款又相当的麻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 WorldFirst 的一个服务。那 WorldFirst它还支援在美国、澳洲、新加坡等地开设本地的实体户头。不过台湾因为金管会的规定就只能透过美金账户或离岸人民币账户来进行收付款动作。另外它也支持即时兑换。如果你的户头里面有美金的话，那你可以随时把它兑换成日币、离岸人民币，或是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可以直接换成美金，而且手续费很低，金额大的话还会更低。另外，如果你的公司规模比较大，有财务系统的话 ，WorldFirst 它也支援 API 对接，方便进行财务做账的一个管理。好，接下来就为大家花点时间介绍WorldFirst 要怎么使用。首先请大家到 WorldFirst 的官网注册，那说明栏里面会有网址。那在这边我们就点选这个注册，点进来。那在这里呢，它会要求去设定你的地区，那我们就点进去。那接下来就输入我们的信箱，原则上你只要按照上面的讯息去做，就可以很顺利的完成。它会要求你设定地区、信箱，还有电话，还要上传你的身份证资料，经过官方审核之后才能开通使用。就是流程其实还蛮简单的，就是它在审核部分是比较严谨一点。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跟钱有关的事情越谨慎是越好。那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登录，因为我已经注册完了，所以我就直接登录。然后登录之后，这边我们就输入我们的信箱。这边它就会要求你要输入那个2阶段，以这种服务来讲都是基本的。那我们就输入简讯的一个认证码，好，然后再按确认。好，那现在我们已经进来这个画面了，大家可以看，在首页里面下面这边就有2个账户，就是它预设本来就会给你的账户。
一个是可以收新加坡币的一个账户，另外一个是可以收美金的账户。如果你想要增加其他的货币，比如说你还要收日币啊、收离岸人民币之类的，那我们就可以点这个新增货币账户。那这边可以选择币种，假设我选择人民币好了，那他这边就会问你，你是要设在哪边？比如说他要设在新加坡，还是设在香港？然后昵称是什么？假设我们这边就直接设人民币好，然后我们就直接按确认，我们就是选择单币种，这样子就已经开设完了，可以收人民币的一个虚拟账户，相当的简单。这边开户完资讯，大家可以看，它这边就已经有我自己的名字啊，然后账户号码啊、Swift code 啊、银行代号啊、分行代号啊，你可以把这个讯息复制下来，然后去银行做汇款，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你要转账给自己或别人的话，这边有个资金管理，我们点下去，那这边就有付款。这边点进来，它可以付款到你的银行账户，或者说付款到别的 Wofers 的一个账户。如果你要添加的话，添加收款人，去新增资讯就好了。在这个功能里面啊，你就可以将钱汇回台湾的账户。那如果是以我们付给自己为例啊，你就可以设定到自己的账户，我们就是设定我们自己。然后就设定一个同名账户，就是我自己嘛，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步，那接下来就是设定银行所在的地区币种是什么。假设都说美金好了，一样是选择美金，那一样是我的名字。那在这边你就可以输入你自己现在的银行的 Swift code 跟你的银行账户，这样子呢就可以把钱直接汇到你的指定户头里面去。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钱呢从 Wofers 里面转回到你自己的账户，或付款给你指定的付款，这样子就非常简单。那这边我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要汇回台湾自己的账户的话，那你就只能从 Wofers 里面将外币汇到自己银行的外币账户，并不能直接换成台币哦，这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户头里面都是0嘛，那如果说你要汇钱给自己，假设我以美金账户为例好，我们就点这个美金点进来。那可以看到美金，它这边就会有2个账户，这边都是我们的虚拟账户，大家可以点详细资讯来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是 Alipay 的，如果你不要用这个的话，那你也可以点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名字。然后这边一样是有银行账户，然后 Swift code， 然后我们是汇到 JP Morgan， 你就把这一个讯息，我们这一个复制所有账户讯息复制下来，那你就可以开个 Word 贴上，还是贴到你形式里面去。那接下来你就拿着这个账户去你的银行，用外币的账户汇到这个指定账户里面去。不过你要汇款的时候，也要注意它每天汇款的一个上限。如果你的账户里面有钱的话，甚至就可以用 Wofers 里面的款项直接付款给你的厂商，或者是像1688。不过目前呢，淘宝跟天猫还不支援，官方面跟我说是大概很快就会开通，所以大家知道说这几个服务都有支援就对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在1688，也不需要特别去注册。如果你有淘宝网的账号，你就直接用淘宝网账号登录就可以了。那这边要使用的时候，我们就选这个金融与支付，我们就选这个跨境宝，它就有一个跨境宝外币直采1688，那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去使用。这边我们就又回到 Wofers 的连结了，看到这样子它就连上了，就是这么简单。怎么使用呢？很简单。那这边我们看到一个资金管理，我们这边点进来，然后点进来这里下面就有一个跨境宝，给它点下去，这边就有一个万里汇外币。那我们在进来这边之后，我们就直接点立刻绑定1688账号，这边就要输入我们1688的账号。那1688之前阿达已经有教过大家怎么使用，如果不了解的话，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因为这边要绑定1688账号呢，我们直接把1688这个账号，然后把它复制起来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到 Wofers 这里，就给它贴上备注，我们就输入1688就好了。接着我们就按下一步，然后他就问你要不要确认，好，我们就打勾，下一步。好，这个时候又要收简讯了。这样子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跨境宝的一个服务，我们就已经可以到1688的这个账户里面看。我们刚才跨境宝里面，我们就已经有这个1688授权的账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到1688去买东西，用 Wofers 来进行付款。接着呢，阿达就随便测试给大家看。
订大量的猫抓板给我家猫咪抓啊，那我就可以这样子直接选，我们就直接选这个，然后看我要买几个，我假设买10个好了，那我就直接立即订购，那这边它就会显示金额，应付金额多少，然后我们就直接给它提交订单。我在这里就除了原本的支付宝以外，我也可以使用跨境宝，那我就点这一个，然后再下一步，那这边我们就输入我们的支付宝密码。如果你里面有钱的话，这样子就支付成功了。那以上大概就是1688使用跨境宝去买东西的方式大致上啊，就是淘宝啊、天猫啊之后啊，这些电商如果可以用的时候，它的流程大概也是这样子。有兴趣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自己摸索看看，或询问客服。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啦。好，以上啊就是 WordFirst 的一个简单介绍。我刚刚讲的啊，其实只有 WordFirst 的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功能。因为我也不是讲师，也不是客服，更不是跨境电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状况都在这个影片里面为大家解释清楚。如果你有使用上的问题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再问一下台湾的客服会比较清楚。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WordFirst 就是一个国外的跨国、跨币别的支付收款的一个服务，从事电商相关行业的人员会有使用到的机会。主要是为了解决相关行业中像中小企业微电商的一个收付款的一个困扰。在这边，阿达也是跟大家告知，现在目前有这个全球知名的服务，已经可以在台湾使用了。那至于要怎么使用，都要遵守各地的相关规定以及法律，以免造成不必要困扰。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教学，记得帮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